这世上有一个残酷但又极其公平的定律：如果你不能成为你所做领域里的世界第一，那么你就随时可以被替代。听起来很绝望，对吧？但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机会。如果你无法在现有的赛道上成为第一，那就把赛道改了，不断地在这个定义上加定语，不断地缩小范围，不断地重组你的技能包，直到你成为那个新领域里唯一的幸存者，唯一的王者。这不仅仅是商业策略，这是一种生存哲学。大家好，我是 Naval。今天我们不谈虚无缥缈的成功学，我们谈谈如何把你自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资产，以及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救世主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的问题：你现在的忙碌到底是在创造价值，还是在扮演努力这个角色给别人看？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拟像社会里，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竞争。你在学校里争排名，在公司里争晋升，在社交媒体上争关注度。但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，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。当你开始竞争时，你就在模仿，你在试图变成另一个人。我想讲个故事，关于我的一位朋友，我们叫他 K。K 非常聪明，常春藤毕业，在大厂拿着高薪。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，试图成为公司里最好的产品经理。他研究了所有顶级产品经理的做事风格，他模仿乔布斯的演讲，模仿埃隆·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。他很痛苦，因为无论他多努力，总有人比他更年轻，比他更能熬夜，或者比他更会搞办公室政治。我对 K 说，你输就输在你试图成为最好的产品经理。这个定义本身就是拥挤的，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在这个定义下厮杀。你要做的不是变得更好，而是变得不同，把你所做的事情重新定义，直到这个定义下只剩下你一个人。这就是我常说的特殊知识。特殊知识不是你在学校里能学会的，凡是能在学校里学会的东西，不仅你可以学会，别人也可以学会，那就意味着你可以被替代。特殊知识是你与生俱来的天赋，你独特的成长轨迹，你那些奇怪的癖好和你后天习得的硬技能的某种诡异组合。比如，你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程序员，你也不是世界上最懂金融的人，你更不是最幽默的作家。但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懂编程，又懂去中心化金融，同时还能用脱口秀的方式把这些枯燥概念写成段子的人，那你就赢了。在这个重新定义的极小领域里，你是世界第一。这就是让你所做的事情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真正的含义，不是去红海里厮杀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增加维度，把自己切割成一块无人能及的拼图。如果这听起来很难，那是因为你还在用工作的思维去思考。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标准，简单到残酷。如果在这个领域里，你没有彻夜难眠地思索它，那你就是不够渴望它。注意，我说的彻夜难眠，不是因为焦虑，不是因为害怕明天完不成 KPI 而失眠，而是因为兴奋，是因为你脑子里的想法多到爆炸，你迫不及待地想要起床去实现它。这种失眠是身体跟不上灵魂的节奏。如果你的工作需要靠闹钟才能把你叫醒，如果你的动力需要靠老板的画饼或者房贷的压力来维持，那你就在错误的赛道上。你在用你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。有些人，比如 K， 他在逼自己做 Excel 表格的时候，可能世界的另一个角落，有一个人天生就对数据敏感。那个人把看财报当成看小说一样享受。你怎么可能赢得过那样的人？对于那个天生热爱的人来说，那是游戏；对于你来说，那是苦役。在长周期的博弈里，那个把工作当游戏的人，永远会碾压那个把工作当苦役的人。所以，渴望不是一种你能不能逼出自己的情绪，渴望是你诚实面对自己欲望后的自然反应。当我们谈论重新定义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真实。在这个时代，真实是最终极的杠杆。没人能比你更擅长做你自己。
如果你在扮演别人，你随时会穿帮；但如果你在做自己，你就是在这个细分垄断市场里的独裁者。但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做自己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随大流，去寻找一个现成的模板套在自己身上？这触及到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我们需要权威，并非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摆脱了对神的依赖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。每个人都在自我之外寻求道德权威的来源。看看我们周围，人类是群居动物，我们的操作系统里写满了寻找领袖的代码。几千年前，我们寻找部落首领；几百年前，我们寻找宗教先知。而现在，这种需求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转化了形式。你看到那些在网上为了某个政党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了吗？你看到那些把某个科技大亨奉若神明的人了吗？或者那些把环保、素食主义，或者是某种特定的养生方式当成绝对真理去捍卫的人？无论是使命、家庭、运动、种族、政党、自然、国家还是上帝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寻找一个比我们更宏大的东西，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来赋予我们平庸生活一种崇高的意义。我们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，一个能告诉我们这就足够了，你做得很好的声音。因为面对虚无是可怕的。如果承认没有外部的道德权威，如果承认我们必须自己为自己立法，那意味着我们要承担绝对的责任。那种孤独感是很多人无法承受的。所以我们加入政党，因为那样我们就不需要独立思考社会问题了。我们要么全盘接受，要么全盘反对。我们加入某个粉丝团，通过崇拜偶像的成功来意淫自己的成功。我们将家庭视为绝对权威，用为了孩子来逃避自我实现的痛苦。甚至使命感这个词有时候也是一种陷阱。多少人打着为了改变世界的旗号，其实只是在寻求一种被群体认可的安全感。如果你真的想达到我最开始说的那个境界，在你自己定义的领域里成为世界第一，你就必须要在心理上完成一次弑父。你必须意识到，没有救世主，没有那个完美的道德权威在外面等你。政党会背叛你，国家会由不同的人轮流掌舵，运动队有输有赢，甚至自然界也是残酷无情的，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。真正的道德权威只能来自于你对自己理性的诚实，来自于你对自己价值观的坚守。当你不再向外寻找依靠，当你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时候，你才真正开始了重新定义的过程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不再在乎别人的评价体系，不再在乎那些社会强加给你的成功标准，你会做什么？那时候，你做的事情可能在外人看来很奇怪。也许你会去研究某种冷门的昆虫，也许你会去把哲学和编程结合起来，也许你会去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。这时候，你就不再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了，你成了一个独立的节点。这种转变是痛苦的，就像剥洋葱一样，你会一层层剥掉那些你以为是你其实是社会贴在你身上的标签。我是某某公司的副总裁，这是标签；我是个爱国者，这是标签；我是个环保主义者，这是标签。剥到最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是那个充满好奇心，对某些事物有着非理性执着，渴望创造，渴望连接的赤裸裸的生命力。那个生命力才是你重新定义工作的源头。让我把这两点结合起来。为什么你要成为世界第一？因为只有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不可替代的价值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这种自由不是指你有多少钱，虽然钱通常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，而是指你对自己时间的完全掌控权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你需要极度的专注和渴望。这种渴望来自于你的本性，而不是外界的鞭策。同时，为了保持这种专注，你需要收回你外包给世界的道德权威，不要让政治立场定义你，不要让种族定义你，
不要让任何主义绑架你，你是你自己行为的唯一立法者。当你把这种向内求索的哲学应用到极致，你会发现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像艺术。一个顶级的寿司师傅，他不仅仅是在切鱼，他在修行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做寿司。他不需要米其林指南来告诉他什么是好吃的，他心里的标准比任何指南都要高。他就是那个领域的上帝。如果你是写代码的，让你的代码像诗一样优雅。如果你是做销售的，不要去骗人，去真正的理解人性，去提供价值，把销售变成一种帮助别人的艺术，不断的打磨，不断的抛光，直到有一天，别人看到你的作品，看到你的成果，他们会惊叹，只有他能做成这样。这就是事实确立的那一刻。这需要时间吗？当然，这可能需要10年、20年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真正热爱它，这几十年不过是一场漫长的、令人兴奋的游戏。如果你不热爱它，哪怕只做1天也是地狱。所以，在这个视频的最后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哪怕只有10分钟，关掉手机，关掉那些嘈杂的新闻，关掉那些告诉你该怎么生活的网红，在这个房间里，只剩下你和你自己。问问自己，有什么事情是我觉得像玩一样，但别人觉得那是工作的？有什么话题是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也想跟人聊个通宵的？哪怕他现在看起来很微不足道，哪怕他看起来根本赚不到钱，抓住他，那是你通往自由的线索。然后开始行动，不要去模仿任何人，用你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儿，把它做到极致。哪怕一开始很烂，没关系，重新定义它，修正它。不要去寻求群体的认同，群体是平庸的避难所。你要做荒原上的独狼，直到你自己变成一片森林。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路上没有鲜花，也没有掌声，只有你和你的影子。但相信我，这是唯一值得走的路，因为在路的尽头，你不仅拥有了财富，你还拥有了你自己。如果这一期的内容哪怕有一句话击中了你，让你那个沉睡的灵魂稍微动弹了一下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点赞、订阅，并开启那个小铃铛。这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算法能让你看到更多这样清醒的内容，而不是那些麻痹你大脑的娱乐垃圾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打算如何重新定义你的赛道，或者你正在依赖哪种外部的权威来逃避自我。把这里当成你的忏悔室或者宣誓台，记住，你是你唯一的拯救者，去做那个最好的，直到它成为事实。我们下期见。